你絕對想不到哪吒能賣到150億，背後藏着一位重量級功臣，居然是周星馳。这話真不是我亂講，導演餃子自己都親口承認過。我呢本身就是非常喜歡周星馳的電影，所以現在我創作的這部電影當中很多趣味性的東西，我也是受到了他們的啟發。創作這部作品時，很多有意思的笑點和設計都受了周氏喜劇的啟發。你以為只是風格相近，裡面藏的彩蛋多到你扒都扒不完。先說說太乙真人，雖然有點嬰兒肥，但也掩不住我逼人的帥氣。他對着混天珠賤兮兮喊出那句：“你打我噻，你打我噻！”我又跳出來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哪吒用火尖槍燒他褲裆，他蹦高慘叫的反應和《大話西遊》裡至尊寶被燒褲裆的橋段高度重合。李靖給醉酒太乙醒酒的那套連環拳，老觀眾一眼就認出是唐伯虎點秋香的还我飄飄拳。戳中很多老粉的是個小細節，太乙手裡總拿着那本神仙的自我修養。當年喜劇之王裡，尹天仇連盒飯都難領到，回屋還要點燈看演員的自我修養，那股死磕的韌勁兒就藏在這本小書裡。哪吒身上的同款巧思也不少，就小女孩时候喊妖怪，放開那女孩。功夫和破壞之王裡都有相似台詞，放開那女孩，放了那個女孩。踢毽子砸穿圍牆，有種少林足球大力金剛腿的既視感。敖丙用太极卸衝擊力的動作設計，也能看到周氏電影的影子。還有哪吒騎豬先走，太乙在後面追着喊我還沒上來，完全是逃學威龍裡吳孟達追車喊我沒上車啊，我沒上車啊。到了第二部魔童鬧海，餃子的玩法更進階了，不再照搬單句台詞和单個橋段，直接把周氏喜劇的節奏邏輯揉進了整條劇情線裡。土撥鼠族群打架那場戲就很典型，鼠老二明明是被針對的目標，結果挨揍的永遠是旁邊的鼠老大。這種錯位挨打的喜劇設計和大內密探零零發、李佛影全程無辜挨揍的橋段思路一致，片尾對着无量仙翁一頓輸出的戲份，創意源頭也和還我飄飄拳有關。但讓很多星迷破防的是，片尾字幕裡藏的一行字，特別明謝編號9527的喜劇導師。9527是什麼意思？熟悉的觀眾都知道，這是唐伯虎點秋香裡唐伯虎混進華府當下人的編號。還有太乙咬着牙說不曉得加上我頂不頂得住。全是餃子藏在細節裡的小心思。更讓人意外的是，周星馳本人真的給出了回應。一個10多年沒演戲的人，特意扎着丸子頭 cos 成哪吒，發動態幫魔童鬧海做宣傳，追了星爺30年的粉絲，用2部電影5個小時的時長，寫了封滿是誠意的情書。而他的偶像認認真真扮成他電影裡的角色，給出了真誠的回應。這哪裡是普通的致敬，這是一場跨越30年的雙向奔赴。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而教會餃子這份韌勁的是當年錄像帶裡那個永遠和命運較勁的星爺。關注萊尼時刻，不只看熱鬧，也看人性。我們下期見面。